大本事靠着从九纵司令部借来的一枚小山炮，就敢带着10几人的县大队攻打伪军一个连驻守的小包庄。伪军连长见到大本事的小山炮，更是被吓得直冒冷汗，连忙给武义县的鬼子打电话求援，并报备大本事他们的武器装备跟兵力。可没想到，从他口中的1门山炮2挺重机枪，到通讯兵的口中竟直接超级加倍，变成了4门山炮8挺重机枪，人数更是从300直接变成了1000。而到鬼子传令兵的口中后，又超级加倍到了8门山炮16挺重机枪。这些数据把郭哥彻底都给整懵了，他没想到自己被降职来驻守这小小的武义县，居然还能碰到八路军的主力。不过好在他身边还有清醒一点的鬼子，提醒郭哥不要沮丧，这其中可能有诈。而这话让郭哥顿时心情好了不少。此时大本事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拿着喇叭又准备开始对里面的伪军喊话劝降。都是爹娘生养的，没命怎么那么不金贵啊！你八路伪不法把牛吹死，捡了个破大炮，你吓唬人！光头哥这话让大本事瞬间来了脾气，石头更是直接将炮抢过来就准备强轰。不过他们就这一发炮弹了，没有第2次机会。大本事在跟石头再三确认后，才决定破釜沉舟。这阵仗大有一炮定乾坤的气势。连长，你就别惹他们了，他们要是真一开炮，咱们就全完了。他妈蛋，我就不信他这炮是真的。八路里边有人会使吗？光头哥说这话时早已满头大汗，心里别提多慌了。不过随后通讯兵的话彻底将他的心理防线给击溃了。日本人说让咱死守小包庄，说是要战的最后一兵一卒。得知日本人已经放弃了自己，光头哥顿时脸被吓得煞白，炮楼里的伪军更是人人惶恐不安，被吓得直打哆嗦。而此时外面的石头已经校准了炮的方位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。开炮！随着一声轰鸣的爆炸，石头果然精准地命中了目标，众人见状也是纷纷欢呼雀跃，高兴不已。而此时炮楼里的伪军也都乖乖地出来投降了。他们此时还不知道，包围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八路军主力，而是20人都不到的县大队。我这的都给老子听清楚，枪放在左边，人趴在右边。看着这一群投降的伪军以及这肥得流油的武器装备，大本事他们都高兴坏了。冲啊！众人一拥而上，估计他们做梦都没想到，就这么点人居然打赢敌人全副武装的一个连，而且还是几乎零损失的代价。刚才实在是不知道是八路军主力啊，多有冒犯，多有冒犯。谁他娘的是主力了？小子，咱是武义县县大队李大本事部队，说什么呀？总共就这10来个人，炮弹就1发，你们要再不投降啊，老子子弹也剩下不了几发了。